风格不是模板，而是灵魂的印记。它是你凝视世界的视角，是你编织光影的方式，是你感受色彩与质地的心跳。风格就是将内心最深处的感动化为可见的真实。从拉斐尔到梵谷，当我漫步在奇美博物馆，面对这些大师真迹时，仿佛经历了400年跨度的艺术盛典。梵谷笔下的蝴蝶在长草地上翩翩起舞，卡拉瓦乔戏剧性的明暗对比刻画出被蜥蜴咬伤男孩的痛楚，拉斐尔的圣母指散发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优雅光辉，莫内的鸢尾花在柔和的色调中绽放，而高更的静物画则以大胆的色彩诠释平凡物件的独特魅力。这些跨越世纪的艺术杰作，每一幅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印记。我不禁想问，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作品能如此打动人心呢？我想，或许这正是风格的魅力。而在我们开始探索风格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厘清3个最常见的误解。第一个迷思，风格就是后置色彩滤镜。许多人认为，只要使用特定的滤镜或调色，就等同于拥有相同的风格，就像把菜都加上了辣椒，就以为创造了风格料理一样。真正的摄影风格应该是从内涵出发，衍生出拍摄动机，进而由镜头语言与颜色色彩的一个创作过程，而并非单一的色彩公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个场景都有其独特的光影与氛围，用同一种滤镜反而扼杀了画面原始的生命力。第二个迷思，风格是可以复制搬运的。很多人以为在香港拍摄霓虹招牌就是港风，穿上和服就是日式，这就跟讲话刻意夹杂几句外文一样，自己认为很有高级感，但表面的模仿是无法触及真正的文化内涵。这些没有内涵的挪用只会让人觉得可笑，而真正的风格来自于你如何 observe 出这个世界， interpret 你所见的一切。即便是同样的 street， 不同的摄影师也能拍出 distinctly different 的视角与情感。Style 不在于你在哪里按下快门，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 perceive 并 document 这个世界。第3个迷思，相同的器材就能创造出相同的作品。有些人迷信器材，认为只要使用相同的相机镜头就能拍出一样的作品。但要明白，就算拿达文西的画笔，我们也画不出蒙娜丽莎。器材固然重要，但它们只是表达的工具，就像钢琴之于音乐。即使相同的徕卡相机，在不同摄影师手里也会说出不同的故事。记得真正的魔法不在相机里，而在按下快门那一刻。然而风格并非一蹴而就，它更像是一趟旅程，带领我们不断提问与探索。想要建立自己的摄影风格，你必须回答以下5个问题。你为什么按下快门？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曾说，摄影是在同一瞬间认知一个事件的意义，并用视觉的组织精确地表达这个意义。每个人注视世界的方式都不尽相同，有人为了记录生活的温度，有人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光影，还有人为了诉说内心的故事。找到你按下快门的初心，就像找到了创作的罗盘。第2个问题，什么样的画面会触动你的心？莫内钟爱睡莲，梵谷迷恋向日葵。每个摄影师都有触动灵魂的特定主题，可能是城市里斑驳的老墙，可能是清晨雾霭中的街角，或又是人群中瞬间的真挚表情。这些触动你的画面，往往暗示住你独特的美学倾向。第3个问题，你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？摄影不仅是技术的展现，更是情感的传递。
就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，传达战争的悲怆；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，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包裹在美的外衣之下，轻轻地传递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心灵。而你的摄影作品是想要传达什么呢？宁静、孤寂，还是充满生命力的欢愉开心？答案将取决于你的性格本质。第4个问题，你最常使用哪些视觉元素？每个摄影师都有偏爱的视觉语言，有人钟情于强烈的明暗对比，如同卡拉瓦乔的画作；有人偏好柔和的色调，就像莫内的印象画风。线条、质地、色彩、空间，这些视觉元素的选择与组合，逐渐形成你的个人特质。第5个问题，你有想过观看者看到了什么吗？安塞尔·亚当斯说过，摄影不只是看见，而是创造。当你举起相机时，你不仅是在记录，更是在重新诠释这个世界。你希望观者透过你的镜头，看见世界的哪一面？这个答案将指引你创作的方向。风格就像创作者的指纹独一无二，但建立风格我觉得需要循序渐进，过程往往让人感到迷惘。然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这句话在摄影领域同样适用。就连苹果已故执行长贾伯斯都引用毕卡索说过的话：杰出的艺术家模仿，伟大的艺术家盗窃。我觉得可以分3个阶段：一、观察与学习，先收集喜欢的作品，并尝试模仿并理解背后的技术；二、实验与探索，试试看突破舒适圈，尝试不同的拍摄方式；三、整合与发展，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元素，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。风格不该是刻意堆砌的产物，模仿也不是直接拷贝贴上，而是需要从中汲取养分。就像爵士乐手必须先学会基本乐理，才会即兴创作。是之愈合的御用摄影师龙本干也说的，在这个 AI 逐渐取代人类的年代，重要的是该如何创作出只属于自己的作品表现方式。我相信唯有那些绞尽脑汁摸索出最佳解答的拍摄现场，才能诞生出撼动人心的作品。风格是一趟探索自我的漫长旅程，没有终点，就让时间成为你最好的老师吧。我是小柏，下期有你。So if you